你知道鲁班是怎么杀人的吗？不是峡谷里那个鲁班，我说的是2000多年前的中国木匠鼻祖。他只是在知县大人家墙院上面凿了9个孔，半年之后，县太爷一家5口全挂了，就连守门的大黑狗都变成了见人就咬的一条疯狗。这一招据说也是曾经记载在千古禁书《鲁班经》当中，命名为9孔灭门阵。后世疯传这是奇门遁甲的邪术，可直到1977年，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物理学家、神经学家还有脑科教授才给出了一个共同科学的解释。我稍后会详细的解释给大家听。不过鲁班经被禁之后啊，这个手法被悄悄地收录在千门72地局当中，取名为扰梦局。在春秋战国时期，鲁国有一个十分残暴的知县，横征暴敛，草菅人命。可这个知县呢，还有一个特别的嗜好，就是喜欢吃蛇，尤其是喜欢吃毒蛇，并且还出台了一个奇葩的规定，老百姓们可以上山抓蛇来冲抵赋税。后面不有这样一个千古名句吗？孰知复敛之毒，有甚是蛇者乎？大概率灵感啊，就是出自于这里。有一次呢，这个知县要修建府邸，就找来了远近闻名的木匠大师鲁班。鲁班当时啊也是不敢拒绝，只能带着10几个弟子去给县太爷盖房子。可房子刚盖到一半，有一天呢，知县老爷来工地视察，这个小徒弟呢正好踩在墓地上面修建屋檐，结果啊一不小心鞋子上面的泥土掉了下来，刚好掉到县太爷的官槽上。这个县太爷当时就大发雷霆，一脚踢倒了木梯。这个只有13、14岁的小孩子就这样从屋顶重重的摔了下去，之后啊还被县太爷的家丁给一顿拳打脚踢。一个小孩子哪里扛得住呢？当时这人就没了。可这是鲁班最疼爱的小徒弟，当亲儿子一样，结果啊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被人活活给打死了。你说这口气谁能咽得下去呢？于是就有开头说的那一步。鲁班在知县的房子两侧和后面的3面墙上凿了7个大小不一、形状各异的小孔，并且还把墙院砌高了10多公分。完工之后啊，工钱没有要就直接的走了。县知爷不知道鲁班这一系列的操作，把他们的宅子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阴宅。这每天晚上啊，不是听到冤魂凄惨的哭声，就是听到厉鬼凄惨的咆哮，还有若隐若现的脚步声，时有时无的磨牙声，感觉每一天呢都睡在魔窟当中。半年时间，知县的一家3口和2个家丁全都死于非命，连守门的大黑狗都疯掉了。这里呢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其实这并不是什么邪门妖术，鲁班用的是空气共振的原理。比如说口琴，大家都知道吧，吸气吹气它声音是不一样的，不同的角度力度声音也完全都不同。也就是说呢，墙上的9个孔再配合上院墙合理的高度，就把整个房子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口琴，只要是有风吹过就会发出声音，而这个声音呢还会根据风速风力转向而改变，然后啊再适当修改小孔的形状，那么那些哭声笑声嘶吼声就通通都来了。开头说过，之前一家人喜欢吃蛇，那毒素沉积在体内啊，最先遭殃的肯定是肝脏，肝脏不好，那势必就睡前爱做梦、出虚汗等等症状。斯坦福的脑科学专家发现，人在浅睡时，大脑的脑波叫做西塔波，这个波呀，它是很容易和周围的环境产生共振的，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是看到什么、听到什么，大概率睡着了就会梦到什么，而噩梦它也会不断的刺激你的大脑，让你的大脑和身体无法真正的休息，神经递质浓度甚至要比白天还要高，也就是说你睡着了比没有睡还要紧张。就在这样的状态下，这一家人生硬硬的撑了半年。这里呢，有朋友就要问了，那县太爷不是傻吗？他不会搬家吗？还能就这样被活活的吓死？鲁班其实啊，在盖房的时候就注意过了，这个房子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暗格，大概放着10几20箱的金银财宝，所以啊，他十分笃定，守财奴的县爷是不敢轻易的搬家的。当然了，我们没有办法像他那么机关算尽，不过啊，这个扰梦局在如今有了全新的玩法。有一个海王朋友跟我说了一个追女生的黑科技，他说啊，你跟一个女生发消息时，感觉她差不多要睡了、困了，那个时候你就别发文字了，改发语音，说一些有画面感并且能引发情绪波动的句子，这样就有概率睡着之后会梦到你。一旦他多梦着几次啊，他的潜意识就会告诉他对你有意思。其实这个呢，在整个鲁班经里面可以说是冰山一角都没有。比如说房梁放碗筷会让住者家道中落，将小船藏于横梁，财富就如流水引进来；将毛笔藏于门缝间，居住者会代代出贤良；将自家的铁镐埋在别人家的院子里，就会压住对方；而家中如果放竹叶3片，便可以平安吉祥。这本书啊，简直是越看越可怕。其中各种的神秘术法，由于太过于神秘和厉害，一度被历代帝王封禁。好在这本鲁班经已经解禁了，并且还翻译成了白话文。书中详细收录了鲁班流传于民间的绝笔仙技，包含了家居地理机关设计，甚至又如何判定各种家具物品的尺寸、凶吉等等，也是有一些具体的方法。这本千古奇书由于内容太过于颠覆和神秘，在近代啊又一度被各大平台所封禁。如果下方链接还在，就是还能买；如果不在了，那就再也找不到了。
所以大家要感兴趣啊，一定要多收藏一本。